过程时，好心真的没好报。你为了一个朋友解定存，对，因为他到现在还没还我。那你不把它说出来吗？你不来问我，快还钱！你要来住1个月，怎么没有带东西呢？他就在吃我的，他老板帮他加薪了，那我说房租我们就帮我一起分一半。他说啊，可是我没什么钱呢。他脸皮真的厚。帮助路人有好报 ，Teddy 遇难获救啦！在停车场就看到一个大叔，然后那个大叔就说：“哦，他的车子发不动。”后来我们就试了一下，就顺利发动。那个大叔就简单道谢。后来呢，在一天是我要出停车场的时候，我在那个斜坡，就突然之间车子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后来就刚好那大叔也是准备要出门。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啦。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5位来宾，跟你一样，都是个烂好人，就是个无法拒绝别人。他们的爱是怎么泛滥成灾的？欢迎他们出场。来，首先欢迎短金。哦。哇。第2位欢迎若琪。欢迎张立德。烂好人，烂好人。欢迎 Teddy。在，欢迎小慧。欢迎5位烂好人，欢迎。基本上烂好人的特质就是爱笑，和善，永远与人为善，永远想要带来欢乐。对，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好不好？来，我就是不敢说不，哎呦令人傻眼的烂好人事件簿。这女生说从女生先来好，好，短金先来好，我先好，这反应也太大了吧！我是人肉快递签名球。那你们啦啦队的嘛？对。你们啦啦队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们有你们的休息区，对，你们跟球员常常能够近距离接触，对不对？其实不行因为球员他们休息室我们是不能进去的，然后我们平常也只能在那个走廊遇到他们。那个球团不会办一些什么聚餐或什么，还是会遇到吗？可能1年1次，但是那一次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所有球团的人，所以也不太会就是特别去跟球员认识。所以平常不会鼓励你们啦啦队跟球员有很多的活动联谊啊什么的。不会，但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能谈恋爱或什么吧？没有吧？有的球团有啦，对，有的球团有规定，有规定不行。我听说会退队哦。真的哦？就是听说有交往的就退队了。对。要不然就是你是魏学的小龙女，那你我去跟别队的你谈了恋爱以后你就到乐天去了。所以这是可能的事。对，这个感觉是一个新闻。对。可以说。原来这里不能真的有这件事，这里是不能乱举例的。举到一个真的有的是哦。好，那我们就说说你这个好了。既然不能够接触，哪来的签名球啊？对，就是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之前有那个上课，然后有一个同班同学，然后呢有一次他知道我在啦啦队工作，他就说，那我可以拿签名球给你，就是请你帮我跟谁要签名的？跟球员要签名。然后想说，也还好啊，就是可能要个签名球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我就说，好啊。然后他下次拿6颗签名球给我，他说6颗很多。他6颗都找同一个人签，还是要找不同的 ？No， 他就指明，他说，我要彭正敏，我要王建民，我还要就是谁都是很难遇到那种球员。那因为刚好那一阵子，王建民跟彭正敏教练他们2个人都在2军，所以很难遇到他们。然后我那一次呢就带着那些球，那因为那些球我是要遇到他们，马上就要拿给他们签，所以变成我随时要 carry 那6颗球，我要一直放在我的那个小提袋，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很重，对，我们有一个小提袋是就是每次出场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放水啊，放卫生纸，然后我那一袋里面要装6颗球，然后就要一直背着，然后就是遇到球员的时候就要赶快拿给他们签。然后这2个人很难遇到之外，像是王威成，他是只要开始训练，就是当天他开始训练，他就是会拒绝签名。所以我遇到他好几次，然后每一次就是要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训练了，他被球场收起来了。对，就是我大概
就是追了他大概1个多月，然后都没有办法签到他，然后最后终于就是在季中的时候，然后才要到他的签名，然后就觉得哦天啊，我终于完成这项任务了，就是要到这6颗签名，跟收集7龙珠一样，对，真的是7龙珠，而且6个还不同人。对，不同人很难要。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哎，我就是拿到球了，那我要怎么拿给你？他就说啊，可是我最近有点忙哎，那还是你可以送来我公司给我。他说啊，我要去给你。然后我就说啊，那你的公司在哪里？小妹，对，他说哦，我公司在内湖。然后我说哈。我还自己一个人搭公车，然后拿着那6颗球，然后坐公车，然后就给他。然后最悲催的事情是我下车之后，然后就开始下雨。我说天哪，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就下雨，然后就赶快淋雨，就跑去他公司，然后就跟他说，哎，我现在在那个1楼了。然后他就下来之后就啊，谢谢你，然后拿了球就走了。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表示什么，拿了球就走了，他完全不知道你多辛苦对哎。他不知道我他们有任经历了。何一点什么礼物或者是什么没有，没有或者是说，哎，你谢谢猫妖这个，我请你吃个饭，没有，我们现在就约时间也都没有。他就拿了谢谢。他以为这6颗球是拿去就能签得到的，对，他一定这样认为。然后我后来也跟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联络，当然，他已经得到他要的东西了。这有什么好联络？他不会跟你联络的啊。有啦，但是他有需要他会找你其实后来还是有联络我，他说，哎，那个他想要买票，对，那个他想要看大巨蛋的票，有没有这样？对，是你会帮忙的举手。我会先答应，对，是先答应啊。然后那个过程很困难，就会跟他说，哎，对不起，这真的太，我可能1颗有签到1颗，不然就是1颗是真的，5颗是假。哦，对，谢谢，我那时候不是去12强不是冠军吗？我不是去接机吗？我就去接那个中华英雄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球迷他其实都有拿签，就空白的签名球要给球员签嘛，对不对？那因为他们只是来一下下，根本没办法逗留，没办法签。而且他停下来签1个就要签几百个，所以呢，他们没办法，他们就是这样冲过。然后我就看到那些那个球迷，他们渴望的心情，然后但没有签到。然后呢，这时候我就在旁边说一句哦。其实哦，这个好像牵起来很酷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人递出他的手说：“那立东你牵牵看。”我就签了第1颗，对不对？你接下来签你的名字吗？我就签张立东。我说确定是签，我说 OK， 我就签张立东。然后后来就10几颗就过来了。我在那个晚上我签了一种梅鱼虾也好的概念。我就签了40颗签名球。所以现在市面上有40颗是我的限量，真的限量，全台可能在一些夜市的那个9宫格的球，限量，有些球是我的9宫格，那个游戏，这个也是烂好人，应该是哦，他看起来很解定存冤大头，对，你为了一个朋友解定存，对，是妈吉的话你没办法，就是还不错的朋友。哦，就是多少钱的定存？6位数，几10万哦，干得好哦。我那个朋友他长期就有在玩股票啊，然后有做融资融券，然后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赔钱了嘛，他就很急需要钱去补缺口，对，然后他就来问我，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定存，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他，但他就一直求我，后来我就心软，就帮他想办法，后来就想到，哎，我们有共同认识一个朋友，一个哥哥。那他手上应该会有就是对，有现金有闲钱可以去借他这样子周转。对，然后我就提了这个想法，但是他就面有难色，我就想说好，不然就我帮你提，反正大家都是朋友嘛，我就帮他去问那个哥，我就主动联络，那他就也很讲义气，很阿莎里就借了，然后就真的哥哥也借了，对，就借他这笔钱，然后就是也约好就是还钱的时间，就后来到约定好的时间，我朋友却没有还钱。那哥哥就来问我说，哎，他最近状况怎么样？对，那因为这钱是我开口去借的，所以我就要去帮忙追嘛。我就打电话给我那朋友，我打给他之后，他就说，那个不好意思，就是再还几天。你那个哥哥帮了多少钱？就是我还的这个6位数，10万也是6位数啊。几十？再多50万？没有到那么多，没有到那么多，可能30万有。30，你想还可以，不要再问我了。对，然后反正我们叫我来班长，你叫我们不要回忆起那个伤心的事情。你叫我们不要问，所以你怕他听到不好意思吗？但是我自己难过，因为他到现在还没还我啊。现在对多久了
呼吁他。大概快3年了吧。那你不把它说出来吗？对啊，你赶紧呼吁他。因为你现在需要这笔钱呢。你说你跟他讲说，我现在都开始跑通告了，你跟他讲一下。不要讲人家名字啊！你本来可以不用跑通告的，你知道吗 ，Teddy？ 还是要跑吧。他不是因为这样开始跑通告的，他们是为了要，他又不是因为这样才开始跑通告。弥补这个缺口。Teddy，你告诉他，我容易吗？我来，我容易吗？我快还钱。对，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我想说好，再给他还几天。就后来就是我在联络他，就传讯息给他，就过了几天之后，我再传讯息给他，消失。因为他平常是回讯息很快的人，可是后来他就开始过一个下午，然后隔天回，甚至到后面是2、3天都没有回我。对，但是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那个哥哥也一直在催我这件事情，那压力真的太大，后来我就结了我定存去帮他还了这笔钱。那个哥哥知道是你用你的钱帮他还的吗？他知道。我还了这笔钱之后，我就有传讯息给我那朋友说，那个钱我先帮你还了，那后面你看怎么样再还我。然后他有回吗？他已读不回。3年。哇，3年。那你有从别的，比如说别的他的社群，或是别人口中知道他现在过得还很爽？有啊，就传完那个讯息，他已读不回之后，过大概1、2个月吧，我就看到他 IG 就有发限动，是出国吃香喝辣的。对，我们其实朋友有通才之意，可这个事情多了以后，谁敢帮朋友忙？请问，所以我现在完全不敢再借钱，懂我意思吗？都会变烂教摊子。训太惨痛了。张立东，你有没有做烂摊子？有没有？他没有钱借人啊。我有钱，我染头发。你只是要染头发的钱吗？他有钱傻傻的。没有啦，我们一定出社会，一定多多少少一定会借一些钱，然后认识这个朋友，对不对？学教训。如果他会还的，代表说他有把你当一回事，当你只是这个朋友。那你有设定一个限度吗？比如说最多我就是5万。30到50。3到50。没有拿回来的啊？然后没有拿回来。有一两次。有1、2次没拿回来。对，那个就是真的很好的。真的很好的朋友，然后消失了。一样也是消失啊。可是，你要真的拿不出钱，就是拿不出钱。真的。你要一个人，他说几1万块给我，没有。真的有这很多人。可是，如果你有需要，我500万都会给你。但500块真的不行，因为500我真的有。哇，前面讲的我好感动啊！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这太过分了，这个我好感动哎。你刚刚有感动到？500万没有，500块你有。我的话就是没有装甜点的胃，这跟拒绝有什么关系？没有装甜点。当然有哦，这个故事，这其实身边朋友知道我很会吃之后，就很喜欢约我去聚餐。对，就很喜欢看我吃，就看我吃东西很幸福。对，就很常去约聚餐。但没想到，就有一次他们还约了其他的朋友来，我不认识。但其实当天我们就去吃到饱，然后buffet那一种，然后就是那一家的buffet烤布雷很好吃。我当天就是抱着就是想要去吃甜点的胃去，我就不想要再装什么咸食了。结果就是他们带来的不认识的朋友，就很想要看我表演，然后我这都已经坐下来了。吃咸食吗？对，表演吃很多东西，各种都来。那家店，也没有到，就是也没有到吃垮那么严重。表演吃垮这家店，然后就列入黑名单，下次就不要来了，没有来开玩笑。就是他们，我刚坐下去哦，哇，他那些朋友都马上就是各种菜都夹回来，就是我正要去盛菜的时候，桌上2大桌满满的菜耶 ，Oh my god！ 然后我想说，他们就跟我说，小慧你应该 OK 吧，对你来说小 case 吧。但其实我当下很想拒绝说，可是我今天就想要来吃甜点呢，被他弄啊，就是可是他们都已经专程盛回来了，他们也吃不完，他们就是每一道都吃一点点啊，这样浪费。超有压力，就是好多双眼睛一直在看你，然后他们就品尝他们的，然后吃1、2口，然后继续看我吃，我就继续吃，就是牛排啊、炒饭、炒面都淀粉类的，然后还有鸡排啊，然后还有水饺啊、港式的，还有那个烧麦，放满了2桌，以你的能力，你这样看，
是依你的能力，你了解嘛？是吃得完的，是不是？吃得完，就是可是它可惜就是限时2小时，所以我差不多就是40分钟。原来吃2小时还可惜。对，就是有限时的关系，有点可惜。但结果我吃完2大桌的时候，就已经花了差不多快要1个小时了。我想说太好了，第1轮吃完了，我终于可以去装甜点了。那时候还有胃，那时候差不多5分饱还6分饱的样子，5、6分饱。2大桌才5分饱，吃完一桌水饺，他说他吃了1个小时5分饱，太厉害了！对，然后他们其实也看得很开心，但我这吃完最后一盘咸食，要准备去盛甜点的时候，结果又装满了2大盘，我都觉得 Oh my god 傻眼，我现在是洗被安乱，他们就说小慧这一袋对你来说应该 OK 啦，我们就继续看你吃，我们怕你吃不饱，但我真的很想当下说。我好想吃甜点，可不可以给我吃甜点？如果这时候讲出来会怎么样？对，我这你就讲说，我现在接下来这一段我他们就吃甜点。哦，会这样吗？你再换个表演节目就好了。就很拍谁啊，就已经盛回来了，所以也不能扫他们的兴。那如果在第1轮中间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先讲，你们大家不要再添了，因为我要准备供甜点了。你们看我吃甜点真的很好看哦，这样子我学起来了，我觉得也很推销自己的节目就对了。这个。损友白吃白住。好，这个故事由来是这样，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呢，她就是 always 早上都吃木薯芽手卷，但是她那个不是早餐哦，她会带到中餐在还没吃完。一个手卷吃2餐。对啊，然后因为大家怎么够？对，然后所以说我每次因为我们都吃得很好嘛，就比如鸡腿便当、排骨便当，或是我。就家人会帮我送餐，然后因为我吃饭又是属于那种特别慢的，然后我会把我的主菜呢，比如排骨或鸡腿放到最后才吃。可是 always 都是有那种要夹菜的同学，就是你不吃哦，就马上夹来吃，你懂吗？就是但是我会不会说，那是我要吃的，等一下。可是我算了，就这样让他吃吧。然后就第一次他这样吃完我的鸡腿以后，第2天吃了排骨，然后接连这样国中3年。我发现我的主菜都没有你说都被那个木薯芽手卷对木薯芽手卷那个同学，他就吃啊。我想说看他吃，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东西的确是蛮好吃。因为你在挽救一个生命，对不对？对，你懂吗？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家里可能状态就是可能，而且又给他台阶下，因为又没有说这个我看你都只吃分你吃这样。对，又给他台阶下。对，然后呢，我想说好，那我们就是国中考高中，我们就读不同的学校嘛。然后想说这同学不知道过得好不好。那高3就是下学期，大家不是就是要冲刺考大学嘛？就他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们读不同的学校，他说我们要不要就是约图书馆，就是要一起读书，因为我功课比他好一点嘛。他说偶尔可以教他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刚考上那个机车驾照，他说那你要不要骑摩托车？就暑假就来我们家接我。就每天，因为我们家离他们家蛮远的，你是工具人哦。我就这样把他带过，就是接他，然后我们一起图书馆读书，然后这样接了，就那个暑假。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来中午就是念书念累了，然后说要去对面喝个那个饮料好了。我说这么近我们就走路，他说不要啦，骑摩托车很累什么。我想说好，那骑摩托车我说单全帽，他说不用那么近就直接骑过去啊。然后我们就没有戴安全帽嘛，就在这短短的路程这样骑过去的路上就被警察抓了。然后警察说哔哔哔2个下来，然后我下来后怎么办？我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什么钱嘛，我说那可以不要罚我们，不然这样我妈妈会禁止我骑摩托车什么的，就哭了超久。然后没有，那个警察说给你们一个教训，然后我妈妈都不知道哦，直到有过快1个月，就是有那个罚单来了，他说因为我们家台机车行照过期，要多罚6000块。然后我妈妈说你既然要带你朋友，就请你朋友一起帮你付这笔钱。然后我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讲，我就默默吸收那6000块。你怎么吸收啊？我就把以前零用钱啊，说红包压岁钱这些自己拿去付这样。然后大学毕业呢，他说他打给我说他那个学校要来台北就可以实习1个月，然后老板会帮他加薪这样。他说那你不住台北，你要不要就是家里借我住这样？我说好啊，没关系，因为大家刚毕业一定没什么钱嘛，他就来我们家住第1个月。为好友出钱出力，却被痛骂，超后悔。分手了，我就揪了一个唱歌的，这一摊你也就我付就好。晚上，我就接到电话，分手的那个女朋友，和好了，你这个烂人，所以我从此几乎就消失在他们的世界了。我失去这个朋友，而且我不应该买单。他就来我们家住第1个月，真是予取予求对，然后我发现他来我们家，他不是带什么行李，他就一个小包包就来。我想说，
你要来住1个月，怎么没有带东西这样？他就这样吃我的，然后洗沐浴乳、衣服啊、化妆水啊、乳液这样哦。他都理所当然的用吗？然后有一天他打给我，在工作，他打给我，哎，那个若琪，化妆水那个喷雾那个喷头喷坏了。我说哈，喷坏了。他说你记得今天下班回来要买，不然你今天就没有化妆水哦。我想说，哎，不对啊，他帮我喷坏了，我要去买，不然没有化妆水。然后我突然才意识过来，哎，假告告嘞。对，当下我是没有抱怨，只是内心就有点难过，想说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连一点点想要为我付出的心一点感恩都没有。对，然后呢，第1个月住完以后，我想说好，第2个月他就要回去了嘛，就他跟我说，哎，老板说他做的不错。他帮他再留1个月，他可以再加薪这样。我想说，哦，他老板帮他加薪了，那我说那要不要第2个月房租我们就帮我一起分1半这样，这样合理吧？合理，对吧？而且你就吃我，他应该要主动提的。对，可是他说哈，可是我没什么钱呢。我想说不对啊，你加钱是加你的，然后住我的。我想想有点不太对劲，而且他那个日用品也都用你的。对，他已经等于是无本生意，无本生意，他无本生意，然后寄生虫。但我就让他继续住了。那到现在呢，我们就都是一样，就是状况，因为他就是比如每年过年会来我们家吃饭，因为我妈妈已经把他当成那种，现在还是对啊，因为他也是我好朋友啊。到现在为止，你的好朋友呢？但是因为那你这样子在节目里面这样子，他不就知道你在说？他没关系，因为呢，那时候他没关系，他其实都情绪价值，我觉得 OK 啦。寄生虫哎，木须牙女孩，因为她那时候来我们家过年呢，有一次我爸就说她很好笑，就写了春联哦。我想说我爸写什么，他写说什么都要吃，就是不吃亏；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然后送给他，哎，他拿到很明显。你爸爸，你爸爸。我爸写春联送给他，但他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我也觉得很好笑，但他不会生气，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因为都是他在赚啊，为什么要生气？那他脸皮真的厚，真的吗？就是你只要不要脸，就是其实都对，没有，就是因为有其他朋友吗？哎，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好，我不认识他其他朋友。他有父母亲吧？他有，他爸爸，他的爸爸有没有写春联给你？也在给人家吃啊。那爸爸送个匾额叫惠我良多。你说送一个匾额送我吗？没有，因为他们家那时候爸爸在上班，对，然后妈，对，有时候养他，对，哎，其实我真的，他国中每天都来我们家吃饭，对，养育之恩，对啊，我们就养他这个女孩这样。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春联，我写了一个木匾，人生信念的，太感人了，你这个人太感人了。被女人臭骂不是好人，对，你要负责任。太大声了，你一直要负责就好了。莫名其妙啊，这一段是莫名其妙，因为我就有女人是谁？女人是我不熟的人，不熟他骂你，是一个还是一群？一个，不是啦啦队。一群他会说被女人闷，对，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圈子了嘛。可是我有一个认识很久的，从高中，后来我们也一起读到大学，都考到同一所。然后呢，就是有革命情感的兄弟。然后呢，他跟他那个女朋友交往5年了。然后呢，那时候他们也差不多要论及婚嫁。然后有一天他就打我，很少见到他半夜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爆哭。很少听到男生会哽咽啊，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了？他就说我分手了，他分手了。哇！然后我就开始召集我们所有的，你知道男生只要有一个人很难过，就是一群兄弟就会像蜜蜂一样挤过去安慰他嘛，对不对？我就揪了一个唱歌的，就是纯男生唱歌，然后我就说那兄弟没关系，我今天就点那个最好的酒。点好酒给你喝，哇塞！让你忘记这样，慢慢我们会陪你这样子，然后开始就唱了，就唱一轮悲歌嘛，什么淘汰啊，什么一堆啊，就是赶快下一个更好，赶快安慰他这样子。然后我因为要外景，所以我也不能喝很醉，理论上，可是我喝的蛮醉的，就是你陪他喝蛮多的。然后呢，我就说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他就拍一拍我的背说谢谢你，有你真好 ，Jason。然后我说 Jason。他也醉了，就是我是立冬嘛，然后他就接着有你这个兄弟真好。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Leo。立冬的 Leo。然后我心想说没关系啊，反正他就是悲伤过度，
也没关系。然后呢，我就帮他把准备，我说这一摊你也就我付就好了。哇 ，OK 的，没问题。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想说，可是我也不能再久待了，因为那时候已经3点多了。然后我想说不行，然后我就看到滑线洞，我发现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也在同一个，比如说都在 KTV 唱歌，然后我就只是随口问了一下，说，哎，那我有朋友他想要来，可以吗？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失恋那个朋友，他说，他就马上哦，他本来很醉嘛，他说谁有女生吗？然后我就给他看他的 IG 嘛，他瞬间酒醒嘛，我看 IG， 他说，哎，这个蛮漂亮的，好，叫他来。才刚分手嘛。对，那因为我们也觉得说，如果他现在分手了，如果他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无缝接轨，也不要说一定会成或怎么样，我们就 OK 啊。哦，转移注意力，对，转移注意力，然后让他有新的异性的，我就叫那个朋友过来，对不对？然后开始，然后我就本着我是这综艺节目主持人，我一定要想说把他们撮合看看。我就开始在那边讲他多好啊，怎样，然后开始教他们合唱啊，什么小酒窝啊那些都唱啊，我就越喝越开心啊。然后他就说，他这次就没有，他说 Leo 有你真好，这才讲对，他就对他整个人就酒醒了。好，那我就想说，那 OK 啦，我想说他们也聊得很好啊，那我就我自己就默默的走到外面，就把单买了。我就回家了，要上万块。张员外，对，然后我想说他今天 OK， 也认识到新的人啊，然后我也帮这兄弟感觉好一点的，不会想不开。我就外景，然后一点工作回来，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因为我很累，我就接到电话，是我那个朋友打来的，我就一接，结果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想说进展这么快吗？已经不可能吧？哦，对，然后我一问，那个女生是我这个朋友的分手的那个女朋友，和好了。帮助路人友好报，贴地遇难获救啦！在停车场就看到一个大叔，然后那个大叔就说，哦，他的车子发不动。后来我们就试了一下，哎，就顺利发动。那个大叔就简单道谢。后来呢，在一天是我要出停车场的时候，在那个斜坡，就突然之间车子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后来就刚好那大叔也是准备要出门。他就说：“哎，我们复合了，谢谢你昨天哦。”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我们复合啦，所以你昨天叫那个女生来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你这个烂人！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撮合别人？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让他无缝接轨？对，然后我想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复合？我心里想说，我只是好意嘛。对。啊，都是你那个朋友的意思，我问我那个朋友的意思嘛，他要认识是他的意思，当然不关我的事啊。可是那我那个朋友当然也他自己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个，他就会推给我。哇，说对啊，我喝醉了，都是立东叫我跟他认识啊。然后我想说天哪，所以那个后来他们就真的复合了。然后我从此哦，因为我就是黑名单嘛，所以我从此几乎就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我失去这个朋友，而且我不应该买单。对了，烂好人本来就会去买单的。啊，问题是一屋子人，为什么是你去买？没有，因为你揪的。对啊，而且大部分的可能其他的，他们可能那时候刚出社会。对。但你已经那个在线上，可能比较有一点点在赚钱。哎，这张立东不是开玩笑的，现在。对啊，他不是一般的张立东，他有钱染头发了，你要知道。5000块以上啊！你要知道以前都是戴帽子的，很贵，他都戴帽子的，戴帽子要那个染。对啊，基本上，你们所做的一切让人非常的心疼，因为你们的心真的非常的良善，所以应该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好人就会有好报，我居然遇到这种好事。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然后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个还不错的人，他们就聊到有约到见面，但这是第一次他要见网友，所以有点紧张害怕，就问我要不要就是陪他，然后带着辣椒水跟电击棒过去。对，但其实还有喷雾，但其实我就是很宅的一个人，就是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不会想特别出门。
就是因为他们约在台中市区，我家住彰化，从我家还要骑摩托车到火车站，还要搭40分钟的火车。哦，这是1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对啊，就是1个小时以后，而且就是难得的假期，我想好好放松，宅在家。哇。对啊，然后结果我想说，我也怕危险，因为毕竟还不错朋友，所以我就好，那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就搭到就是台中市区陪他等朋友的时候啊。然后他那个朋友就传讯息跟他说，他可能会迟到个20分钟，然后后来又变30分钟，就是他这整个大迟到，等到后来就等了整整1个小时才到。什么？这还有什么好交往的？对啊，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网友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太夸张了。结果他是真的因为塞车，然后他人到的时候，他也很有诚意，一直疯狂的跟我们道歉。然后我就原本道歉能多疯狂？你可以告诉我，演一下给我看。他说：“妈的，抱歉。”他如果跟他道歉，我们2个应该就整个被吓跑。什么叫疯狂的道歉？对，疯狂的道歉就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就是刚刚这塞车迟到了，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人多塞个塞1个小时。他应该可能是从桃园塞过来的。那就有可能，因为我不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然后他们就约在台中，然后我想说好，人也到了，就是其实当下我真的觉得有点生气，就让我浪费了1个小时，然后陪他等。对啊，你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的。对啊，然后只是他的那个约的那个朋友人也不错，就很有诚意，就疯狂跟我们道歉之后，疯狂道歉之后，真的请我们吃大餐，疯狂吃大餐。对，他原本就只有约我朋友要吃饭而已，然后后来就改说，这边也约我吃大餐，所以我当下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怎样的大餐？就是点满桌啊，就是他就说疯狂又满桌，然后又开始表演。他不是buffet哦，是单点呢，单点真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就坐整桌，眉飞色舞他很后悔吧？他是有点后悔，他没想到我们刚刚说好心就会有好报，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发展，你知道吗？怎么发展？那个人后来跟他在一起了。没有，点的那个人看着看着，哇，你的食量真是民族的救星啊！你这是台湾的骄傲啊！陈哥感觉根本他没有跟我在一起，可是他们后来真的有在一起。就是当下的话，就是他就是请我们吃饭，就是表示诚意嘛，然后一直跟我们说吃不够再点，吃不够再点。整个人超大方的，我也很替这个朋友开心。你确定他不是客气话吗？有时候我们请客的时候也会听到人家说，谁当自己家吃不够再点，随便点，没有人敢真的点呢。因为我当下真的肚子超饿的，肚子超饿也很生气。那时候已经是大胃王了吗？那时候的话，就是因为我跟他真的好到，就是他知道我的食量。那时候我不是大胃王，还不是，不是。但你要把一桌吃完，对不对？当然要吃完了，我就是超饿的，我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是约上午11点，然后12点才到，就是饿到不行，真的。我不要生气，然后吃完了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吃完了之后，他们就有再联络，然后后来真的在一起，现在也还在一起。哇，好棒！对呀，一定要在一起，不然没合啊！花那么多钱还是单点你是说什么美猴？小慧吃了他的。对啊。就是还不错啦，就这个人我也帮他认证 OK， 就是很大方，也对女生很好。因为我是住公寓，所以我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个停车场。对，然后有一天我要出门赶通告的时候，我在停车场就看到一个大叔，他就很着急一直在检查他的车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时间蛮赶的，那加上我对车子也没有到那么懂，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要过去帮忙吗？还是不要？还是去？还是不要？最后忍不住，我还是过去关心了一下。然后那个大叔就说：“他的车子发不动。”那因为前一阵子我也遇到发不动的状况，是那个电瓶没电。所以那时候我就问那个大叔说：“不然搭个电试试看，这样子。”试一下。对，那因为有线吗？有，就是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我遇到这状况，所以我在车上就有备了那个电瓶线。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试了一下，就顺利发动。那个大叔就简单道谢，然后他就去忙他的。他没有疯狂的道谢，没有。张立东出国神救援，意外换来这好运。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生，然后呢，她看起来神情很慌张，我就说你怎么了？然后一问就知道她的包包忘记了，我们这边先借你一点日币。到了那一年的年底，然后我去主持一个公司的尾牙，原来那个我帮助的那个女生，她是，所以就去染头发了，对不对？有钱了。
那个大叔就简单道谢，然后他就去忙他的。他没有疯狂的道谢，没有，就简单道谢。对，那我就赶快去赶通告，因为其实拖了一段时间，用完就丢。所以那天其实妆法就是有迟到，也被公司就是骂了一顿。对，然后后来呢，在一天是我要出停车场的时候，在那个斜坡，就突然之间车子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我踩油门，可是它就一直空转，它没有办法，它就档没有卡上去，对，档卡不上去。然后后来就刚好那大叔也是准备要出门，他就看到我，后来他就帮我叫，他把你顶出去这样，他就帮我打电话叫我拖车，然后就拖去修车厂，互相帮忙啊。对，然后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车厂是他很好兄弟开的，叫我不要担心，就是他技术非常好。后来去检查完之后是变速箱的问题，对啊，对，然后后来就把车放在那边修嘛。过了一阵，他就联络我说，修好了，叫我去取车。我就问老板说多少钱的时候，那老板就说那个大叔已经帮我把钱付了。哦，对，好美的缘分哦。后来不便宜耶，对，后来真的不便宜，变速箱不便宜耶。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太好意思，因为我知道变速箱不便宜，所以我就有再去找那个大叔，就说那个钱还是我付这样子，就是还是要给他还他。那他就说不用，因为我帮了他那个忙，他赶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会议，所以他合作那个案子，因为他赶上了，所以他有谈成。对，然后他就说他愿意帮我付这个修变速箱的钱。你应该跟他做朋友的。对啊，这感觉是 BL 剧的，现在会联络。这是个有恩必报，你不要讲有恩必报不行吗？一定要变 BL 剧，有恩必报，所以他现在跟他在一起了，是吧？张明忠，你真的是怪怪的，你这个大叔好啊。我觉得这个大叔很值得，就是做朋友。对，因为他是会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比较平等。对，有恩必报的哦。这是我有一次在几年前我去日本旅游，然后就跟我一群朋友，那因为呢，我们就去4到5天，然后呢，当中有一天我们就要去询问那个，因为日本不是电车很复杂嘛，像蜘蛛网那样。你是去东京吗？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只是要询问，比如说这个站到某个时间，有特殊的线会不会到这样子，然后怎么走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去问那个准备要去那个站务，然后问那个站务人员。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生，然后呢，她看起来神情很慌张，然后在讲电话，然后呢，因为我们很近嘛，所以我就大概听到她讲国语，然后就不是日本人，然后她就说，我东西就掉在上面了，怎么办？她就很紧张，我就说你怎么了？然后一问就知道，发现她本来坐电车，然后她下站的时候，因为她买很多东西，然后她就顾着拿那些东西，所以她的包包。忘记了，就放在电车上面，就过站了。护照什么的。对，重点就是护照，还有一些卡什么的。是在台湾还可能找得回来。对，但日本真的太多了，太多站了，对。然后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我的朋友就是他懂日文，对。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帮你去跟那个站务人员讲。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说，那你是不是现在身上没有现金？因为他的钱包整个都不见，好贴心，还帮他想到这个。对，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那我们这边先借你一点日币，然后呢，我们想办法，我就留联络方式，你再还我就好了。对，好停。她是不是长得蛮漂亮的？关键哦，关键哦。你怎么有一语道破？以独旅来讲算不错。为什么强调独旅？为什么要强调以独旅来说？一般来讲，一个人去旅游的人都长得不怎么样吗？不是，你这样讲，你主持人说话要有技巧。对，他是不是长得很有安全感？有点危险，我们要担心他，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正点嘛。对，你是正点的嘛。所以你讲漂亮就好，以独旅来讲。A 先，不是好。他一个人来玩嘛，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帮忙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你就借点钱给他，然后交换一下联络方式之后，然后好，那就回去，我们就继续走行程嘛。这个行为比较像是趁人之危。你这个好心有好报的好报，就是拿到联络方式。好报吗？不是这个好报，没有啦，没报到啦。反正就是好了。那之后好，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就真的问我的那个联络方式，然后真的把钱还我。然后他就说，他后来还说他找到护照。只是钱不见了，恭喜，没关系，钱不见，但只是证照都，护照都在，那些都证件，包包还在，但钱被拿走，那 OK， 反正就这样，他说谢谢我这样子，然后好了，然后呢，到了那一年的年底，
然后我去主持一个公司的尾牙，然后一开始董事长致辞，然后就说今年呢业绩很好啊，然后呢今天也很高兴啊，请到一个我很觉得他主持得很不错的主持人，就是我，然后说谢谢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主要我为什么会请你呢？是因为呢，啊你在日本呢有帮助我孙女，孙女，哇，这不是 BL 剧吗？哇，孙女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我帮助的那个女生，她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董事长的孙女，哇，然后我想说哈，然后他说我保证你不是只有今年，哇，以后你都会是你，所以后来就都是你。对我就是每一年就是从那一年之后，我都接他们的很好哎。立东的前世今生之孙女的报恩。对，孙女的报恩。然后他也有讲得很明白，他说虽然你有帮助过我孙女，但我孙女她喜欢的不会是你。他断了你这个念头是对的，对，要不然你还真以为，对，我以为接的不是尾牙，是接到一家公司。啦啦队女神帮女神，善良真的有好报。他就说他怎么办？他这个月卡刷爆了，然后他的房租付不出来。我跟他说，哎，学姐你的房租多少啊？要不要我先借你？然后这个学姐就说短金，从今天起，现在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哎呀，学姐，哎呀。我以为接的不是尾牙，是接到一家公司。然后那孙女现在跟你有联络吗？哎，孙女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哦，对，她真的不喜欢，所以就去染头发了，对不对？有钱的，有钱的。因为我不能跟她有染嘛。你这个人太贱了。所以我去染头发。对啊，不能跟他有染，对吧？若琪姐，他上去了，像我老公都自己剪头发，他在加油，他要遇到他没办法遇到孙女了。好，我要讲，我不是物质上面的，我是属于那种精神层面的。哦，因为其实我你的确是需要在精神上多注意一些。因为物质的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你是应该关注精神，你没有什么物欲啦，你应该关注。对，我归在精神层面。就我大学毕业开始在教课嘛，然后教课我们通常谁？我啊，教弹琴，对啊，对我教课，然后每天都9点下课，我都会去 7买便当，然后每次经过那边，有一次我就看那个阿公哦，他就看我出来嘛，因为我拿一个热腾腾的便当嘛，他就说。就是说叫我给他这样，我说哦好啊，因为他看起来的确好像蛮饿的样子，就饥寒交迫这样，我说我就给他了，然后我就进去在便利商店再重新买一个，然后店员就跟我说，哎你不要理那个人，那个人他已经在一整天了，这样他其实有钱，他今天也进来买好几次这样，我说没关系，反正他现在饿了我就给他，我就再买一个便当了，隔天呢下课一样哦，哎那个阿公还在那里，他看到我，他又要我买出来要跟我拿走，我就这样子连续1个礼拜哦，我就把便当都给他这样。然后1个礼拜过后，发现阿公就没有在这边了。我想说怎么办？他去拿便当有毒。你这个女的，你怎么吃？我才吃了你3天，你就1个礼拜。然后呢，我想到这阿公不见，我内心其实有点小担心哦。我想说。他会不会就是这边没有什么温暖，或是只有我给他便当，他吃不饱，他去别的地方了？我就内心就担心这阿公。1个月过后呢，那个店员呢，他就跟我说，有那个阿公的家人跑来这个便利商店跟他讲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对他很好，就会给他吃便当，因为那个阿公是失智老人，就是他被家人找到了，然后。就是那阿公后来就住院了嘛，他就在某一天就跟他家人说，你一定要去那个便利商店跟那个女生说，就是谢谢他的便当，这样没有让他饿到这样。什么都忘了，就记得谢谢他，好感动哦。对啊，我起鸡皮疙瘩，我想说，天哪，我才起鸡皮疙瘩了，你起鸡皮疙瘩。没有，就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很还好有温暖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会先相信别人的需求，我不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要骗我什么的？我就觉得，哎，他这样子是不是他真的很饿？我就会不会相信那店员说他其实有钱。你真的好善良哦。对，哇。
那个便当，我们这边现场，我相信我们都会，我们都会给他。对，可是要连给1个礼拜，这边应该没有第2个人做得到。对，你真的太棒了，你是不容易，好感人哦。这个故事是我刚进啦啦队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刚进去，就是其实跟大家都不熟，然后就有一次练舞蹈课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有一个学姐她在跟旁边的其他女孩在聊天，她就说怎么办？她这个月卡刷爆了，然后她的房租付不出来。然后她就很苦恼什么的，然后我听到之后呢，我就飘过去，我跟她说，哎，学姐，你的房租多少啊？要不要我先借你？因为我想说我有存款嘛。你主动示好。对，然后因为我其实也就是刚认识她，也不熟，然后我想说反正是学姐，她应该也会还我，所以她就说啊，真的吗？那就谢谢我，然后我就借给她，然后这件事情呢，她就一直记得。然后后来呢，她要搬家，然后她就说她不太会整理家里，然后就是她就是很不会收纳什么。我想说，哎，我有收纳的天赋，还是我来帮你？然后她就说真的吗？你愿意帮我？我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帮她一起搬家，全部把它弄完，然后她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她分享说啊，因为我那个常常接工作啊，然后都被诈骗啊，或是我接工作啊，然后都被厂商凹啊，厂商就凹我什么什么什么，我都会跟她分享。然后这个学姐就说，短金，从今天起我帮你接工作。然后我想说，哎，真的假的？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学姐她就开始帮我接代言，然后接广告，然后所有的通告、业配什么，全部都帮我接，然后也不求回报哦，就是一直帮我接工作这样，然后就觉得好感动。然后她到现在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他走进你心，你走进他心里。对，她就是因为记得我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到现在，他走到摄影这里哦，对，走到本人在这。哎呀，学姐，哎呀，学姐，哎，他真的走进你心里了，好感恩哦。哇，好感恩哦。还是也赚了，都有好报，都有好报。讲拒绝，我们就要说不。勇敢的说不啊。说不呢是一个决定，是啊。说好是一个责任。拒绝要果断，答应要谨慎。用这一集祝福所有真心良善的朋友，也祝福现场每一个，你们真的好棒！祝福祝福，给自己拍拍手，哇哇，好舒服哦！突然觉得摄影棚好亮，今天。对啊，正能量，好不好？正能量，正能量。女王大人，下次见 ，See you back。谢谢小慧。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